教员是如何让陌生人第一次见面就愿意跟他走？中年男人又该如何去跟女人建立信任，让他无条件的信任你？如果说你有车也有房，也愿意给女人花那么点，对吧？但关系的进度你却总是推得很慢，甚至很难推进始终就是停留在一些你并没有那么满意的一个关系中。那今天焦哥想要带你回顾一下教员的一生，去深挖一下信任的本质，以及如何快速的让女人对你产生无解的信任。时间我们把它推到1927年秋天，教员带着秋收起一失败后的队伍来到了井冈山。这支队伍刚打了败仗，人心涣散，很多人都不知道接下来要去哪里，对吧？也不确定跟着教员还有没有出路。而更难的是，井冈山上已经有人了，袁文才、王佐都是当地的3代王各有几百号人，整个井冈山的底盘、枪支、粮食都被他俩攥在手里。他们凭什么要接受一个外来的刚打了败仗的队伍呀？ OK， 我们来看一下教员是怎么做的他去见袁文才之前呢，他只做了一件事儿，他打听清楚了袁文才最缺什么。袁文才缺枪，他队伍有人，但是没有足够的武器，这一直是袁文才的心病。而教员抓住这个信息后呢，就跟袁文才见了一面，没有说什么我要在这里落脚，也没有说什么我可以帮你，他直接送了袁文才100多支枪。教员全程一句话都没有说，但是这个动作把一切都说完了。袁文才当场就站起来鼓掌欢迎，而这个就是教员建立信任的底层逻辑。第一次见面，不说你能给对方什么，直接给。大多数人在跟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都会去自我介绍，说我是谁，我有什么样的能力，我能帮你什么，我们合作对你来说有什么好处。但是就算你说的全是真话，就算你拿着测谎仪在旁边，确实测谎仪都是绿灯，但是别人听完之后还是会有一个想法，就是好像挺厉害的，但还是要再看看。而教员完全是反其道而行之，他不说，他直接给了之后，对方心里的反应就会完全不一样，他会觉得这个人来真的呀他不是来说空话的，没有给对方任何一丝怀疑的机会。那把这个逻辑放到职场里面，你就能解释为什么很多男人他明明自身很优秀，但是在职场上却不被人信服。比如说你现在刚进一家新公司，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要去表现自己，开会呢去积极的发言主动的去跟领导汇报，让领导看到自己的能力。那这会儿呢就会有一个问题了，你在表现你自己的时候，别人并不了解你这个人他们没有理由信任你就拿我之前接手的一个兄弟的这个 case 来讲这兄弟呢跟我有1年多了，有一次他算是升职被调去分公司做高管，然后呢他就跟我吐槽，他就说焦哥我进去之后发现整个 team 都对我是非常冷淡的，开会的时候呢大家也不是很配合，我说什么他们都是敷衍的一个态度这就非常的尴尬，很影响工作进度我应该如何去打开这个局面我当时就问这个兄弟，我说你进去之后有没有先帮团队解决过任何什么具体性的问题呢？他想了想说还没呢我觉得应该把方向拿准了再说。我当时就告诉他，方向可以慢慢的定，但信任要先建立，人心只要散了一次之后就真的很难再聚起来了。然后我当时就帮兄弟复盘，我就发现他们团队在报价就是在这个客户报价上面有一个审批的流程，每次要等很久很久，就是非常耽误整个部门的进度。我当时就让兄弟直接去找上级，就是把这个权限给要下来，当天就告诉团队的所有人，以后这个东西不需要等审批，你们可以找我，就快速就能决定了。那之后呢，兄弟就跟我反馈就说就这一件事儿，团队对他的态度就完全就变了，现在天天都得叫他李总李总。看到没有兄弟们，这个就是教员送枪的逻辑。第一次见面你不要说，先给对方一个真正需要的东西，这个时候信任就建立一半。说白了建立信任最快的方式不是让人知道你有多好，而是先用行动让人感受到你是从真格的了。那这个逻辑呢，把它运用到感情里也是一样的。你想跟一个优秀的女人高效的建立信任，那你就要跟教员一样，一句话都不用多说，先给他点好处。我知道有兄弟可能要跳脚了你们要说什么不对呀，我刚认识他的时候我就给他转了5万2我给他送了6位数的包我给的也不少怎么感觉没效果呢？这部分兄弟为什么你们刚开始就给他花那么多 money进度还是没有，不理想
因为人家女生最想要的本身就不是你的 money， 你没有听错。虽然女人都喜欢，但是最开始人家不一定最想要的是这一个。你一股脑的先给他砸，那你就像是教员上井冈山，看到袁文才缺武器，但是你不给他送枪，你给他再塞了100号兵进去，你确实为别人付出了，而且付出也挺多的，但是别人不会记你的好的，甚至还会觉得你多此一举。那这里呢，我可以再给你们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你喜欢一个夜场的女孩子，这个女生她各方面确实都很优秀，而光是演出费呢，一台啊，可能就要你50-60张。那这个时候，大部分兄弟就会觉得说，哎，这女生是走物质赛道的嘛，那我哭哭砸不就得了吗？你们就会发现啊，如果说你们哭哭砸，她确实会跟你暧昧拉扯一下，甚至是会跟你建立一下这个短期的关系，但几乎不可能跟你长期1为1，因为对于这样的女生，钱是最不值钱的东西，她有很多办法可以快速的变现，那为什么她非要跟你在一起呢？所以说，如果你是想要跟她建立一段你想要的那种关系，或者说长期稳定的，或者变成优质关系，或者说健康的关系，那你就要去抓住她真正渴望的那个需求。在夜场里面浸泡的女生，她想要的是什么？我就告诉你们，她们想要的是更大的舞台啊，不是说更好的夜场舞台，而是更好的资源，更多的机会。这些东西你花再多的钱也是比不上的，因为花钱只是给了她现在的一些多巴胺刺激，说的不好听一点，就是一个好看的粉红泡泡，一搓就破了。而资源、人脉、机会、见识，这些东西是她对自己的未来的一种投资。但凡这个女生她不是说纯纯只是长得漂亮，她稍微有那么一丁点的认知跟脑子，她就会渴望这些东西。所以说你想要长期的去跟一个特殊职业性的这种女孩子保持一个优质关系，那你就不要去傻乎乎的花钱。你要去干嘛？你要学会看她需求什么，再去展示什么，再给予什么。那这里我可以给大家分开来说啊，有的女孩子是缺爱，对吧？缺爱的是最好解决的，我的天呐啊！只是有些男孩子他表达爱的方式错了，有的人可能以为给钱是表达爱，或者说给陪伴是，给关心是，其实不是的。每个女孩子对爱的定义是不一样的。好，我们再来说一下难一点的，比如说展示资源跟人脉，这东西肯定是不是靠你嘴巴去说的啊？我直接告诉你怎么做啊。比如说你买了一块大几十万的表，你千万不要去发朋友圈晒账单。如果女生跟你聊起来了，你完全可以说这是我合伙人送的啊，或者说你说这是我发小送的。为什么要跟他去装这个穷啊？这个其实叫做 social proof 啊。当女人发现你身边的人都很愿意为你付出啊，包括那些人的条件都很 OK 的时候，这就代表了你是这个圈子里的中心位啊。他呢，自然而然就会抬高了你的这个阿尔法属性啊。这种由第三方间接证明的这个价值，才能够真正的让女人确信以及沉迷。当他看到岸上有一片果树的时候，那他自然就会渴望跟着你上岸。这个是人性。OK， 然后就是展示机会和舞台，对吧？你们可以学习把下面这段话直接粘贴一下啊，复制发给他嘛。就说喜欢有野心的女人，她就像一根疯狂生长的藤蔓啊，就是无止境的去吸收周围的一切养分，向上疯长的这个过程实在太耀眼了。我恨不得给她一切我拥有的，我就想看看她吸收了我的养分能爬多高啊，能给我多大的惊喜。所以你不用惶恐，我希望我给你的是贯彻你野心的勇气，而不是你小心翼翼的逃避。你们要学会去激发这种特殊职业女孩子骨子里的那种向上生长的欲望。你要让她知道，你能给她的不只是物质，而是一个机会，一个平台。你能带着她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那这个时候，你就是她黑暗中的那束光。即便你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她也会主动的朝你靠过来。说到底啊，任何关系的建立呢，背后都是人性的博弈。你想要让人信任你，那前提一定是你有凌驾于对方的实力和认知。你不去生硬的破坏他的世界，你只需要在他的世界里面凿开一条裂缝，然后把你的规则种进去，直到你的规则长成参天大树，彻底的覆盖了他的认知。这个时候，他就会彻底的属于你。OK， 焦哥还是那句话啊，要学会用人性征服异性，用实力主导关系。我是焦哥，下课。